T 小姐嫁进清河崔氏的时候，昔日清高骄傲的崔少经受宫刑后，已经成了一个废人。他并不喜欢我，成亲那日连个仪式都没有。后来他翻案成功，清河崔氏重新恢复辉煌。守寡的小姐拿着曾经的婚帖找上门，愿意让儿子改名换姓。她不嫌弃崔少不能人道，我没有继续留下去的理由。就在我收拾包袱要走的时候，崔少带着一身寒意把我压在床上。你敢走，我今日就让你下不来床。他腰间的玉佩硌得我生疼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嫁进崔家的时候，着实不是个好日子。路上马车坏了不说，等我和陪嫁的阿弟走到崔家时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大雪已经压弯了枝头，更压弯了我和阿弟的脊背。我们一人拿着一个小小的布包，活像两个逃难的乞丐，哪里有姑苏陈氏的世家风骨。我就那么踩在雪地里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了破败的崔家。没有3媒6聘8抬大轿，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婚礼。当晚喜堂中只有2根红烛，半新不旧的，上面挂着发黑的蜡油，不知是何时剩下的，噼里啪啦地发出炸响。我连喜服都没有，一身灰扑扑的袄子，阿弟更是狼狈，膝盖的位置因为露滑膜破了，露出硬硬的棉絮。我连天地都没有拜，因为今日崔少被打了30鞭子。崔家没人来管我这个新媳妇，因为现在的崔家已经请不起丫鬟家丁，只有一个中仆跟着，正在照顾崔少。他的身体已经经不住太多的搓磨了。我站在房间外，正要敲门，就听到里面的争吵声。这就是陈家的诚意。说话的是崔子书，崔少的妹妹，也是我的小姑子。她声音尖利，带着凌厉的气势，可他质问的人许久都没有回答。就在我紧张地握紧拳头的时候，对方终于开口。陈家也算是有情有义，没有因为崔家败落而毁掉婚约。声音还是记忆的温润，许是因为受伤，带着丝丝的慵懒，以及那不易察觉的冰冷，就像是天上的冷月，毫不吝啬地洒向万物，可又冰冷的没有任何温度，让我忍不住想要瞧瞧他的样子。可惜破洞的窗纸只能看到坐在床边的崔子书，以及一床洗得发白的锦被。被搅动了动，伸出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来，皮包骨，青筋明显，却不是软弱无力，正拿着一封信递给崔子书。那是陈老爷写的。崔子书面露嘲讽，这就是有情有义的陈家。口口声声说不会因为崔家败落而毁约，可如果真是那样，为何不早早的把嫡女嫁过来，而是打发个丫鬟来？哦，不是，是私生女。崔子书说得很对，其实婚约的日子是1年前，可1年前正好崔家出事，陈老爷便找借口推延了婚事，好观望观望。没想到正好见证了崔家的整个败落过程。1年前，清河崔氏被人诬陷，崔老大人和崔老夫人自尽谢罪，崔少先是被禁足，静候发落，半个月后被革职，又过了一阵，崔家被抄家充公，崔少和妹妹崔子书被赶到了这处破败的院子里。陈老爷怎么舍得陈小姐来受苦？最重要的是，崔少被施以宫刑。那个年纪轻轻就官拜大学士、清高骄傲的崔少，成了一个废人。自此，曾经盛极一时的崔家彻底败落，永无翻身的可能。曾经高高在上的冷月，如今成了地上的烂泥，任谁都能踩一脚。姑苏陈氏虽不如清河崔氏那般底蕴深厚，可也是世家门阀。为了不被人戳脊梁骨，陈老爷让我替小姐嫁过来。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就算我不想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谁让我只是陈老爷在酒后兴起和武姬生的私生女，连庶女都不如，无名无分，顶多算个丫鬟。也许将来只是随便打发我嫁个门客，或者家生子，亦或者当个妾室，搓磨着过完卑贱的一生，又或者会像我的母亲一样早早的郁郁而终。如今要不是崔家败落，我根本都没有机会嫁给崔少为妻。阿紫，他们在说什么？阿弟歪着脑袋，清澈的眼睛眨啊眨，傻乎乎的声音在雪夜中格外清晰，也惊动了屋里的人。窗户啪的一声被推开，险些撞到了我的头。阿弟赶紧摸了摸我的头，葫芦毛，吓不着，阿紫回家吃饭来了。这是我哄他的软语，已经比我高出一头的阿弟不光学着我的语气，还学着我的表情，只是有些傻气。好了，阿紫这样就不疼了。
说完又揉了揉。崔子书推开的窗缝中发出一声嗤声，你瞧，一个丫鬟还带着一个傻子，真觉得咱崔家什么都要吗？这要是放在以前，给崔家当下人都不够格。作为崔氏嫡女，崔子书在权势和富贵中滋养出的傲气是与生俱来，刻在骨子里的。但没了权势，这傲气和气势就是她的原罪。那你失望了，现在丫鬟是你的嫂子，傻子是你的弟弟。他让我想起了父亲的一个侧室白氏，她是官家女，擅长诗词歌赋，父亲极其宠爱她，吃穿用度都是他先挑了，然后嫡母和各位姨娘再选。后来不知为何，父亲不再宠爱她，吃穿用度自然也就降了下来。我还记得他去找管家时，穿着一身七彩蜀锦，白嫩的手腕上戴着翡翠的镯子，指着管家破口大骂：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下人奴才，竟敢克扣我的月猎用度，去讨好夫人。管家也不生气，只是斜睨着他，失宠的主子，奴才都不如，不怕您笑话，我这是狗仗人势，可您连可以仰仗的人都没有，可见连我这狗都不如。那是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绝望的表情。他从前的种种不过是得益于他人罢了，只不过时间久了，久到他认为这是他应得的。你一个陈家私生女，又怎么配当我清河崔氏嫡女的嫂子？崔子书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还嘴，世家讲究血缘嫡庶，那种尊卑已经刻在了骨子里，如今被一个他平素看不上的卑贱私生女反驳挖苦，他自然是不能接受。我学着管家的神情，斜睨着他，我不知道清河崔氏，我只知道庶民崔家，虽然我是私生女，可我背靠的是姑苏陈氏，而你连可以仰仗的都没有，如此算来，你们还是高攀了。清河崔氏知礼守节，家学渊源，大道理懂得一车一车的，可惜在狗仗人势方面没有我半分的厉害。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，他就受不了了，被寒风扑红的脸上颜色又深了几分，一双眼睛狠狠地盯着我，可又透着些许的无措和可怜，像极了小时候我救的那只白猫，要不是身上的血在雪地里，我根本就发现不了它。那时他也是这样一副表情，明明很惶恐，却要装成一副凶狠的样子。夫人，我叫青山，天色不早，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带陈少爷去休息了。中仆青山态度恭敬，被他一提醒，阿弟立刻点点头。阿紫，我困了，想睡觉。说着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眼。我点点头，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。那只猫最后我在雪地里晾了它3天才就回来。你到底是谁家的人？怎么向着一个外人？面对崔子书的质问，青山无奈，我当然是崔家的人，可夫人也不是外人。留给他的是崔子书的背影，他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惹得积雪从房顶掉落，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，有些发闷。他不是崔家夫人，他可没有和我哥拜堂。青山稳重地笑了笑，小姐嘴硬心软，夫人别在意。我点点头，反正他说了也不算。青山若有所思，看了看房间，那就把老爷交给夫人了，声音带着些许郑重。说完哄着恋恋不舍的阿弟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半掩着的房门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安静到我以为崔少已经睡了，谁知一掀开床帐，就对上了一双清冷的眸子。你还没睡？我是说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。虽说刚才是为了和崔子书对阵，但也算是说了崔家的坏话，对上崔少，我还是有些心虚，像是做了坏事被人抓包一样。崔少侧卧在床上，神情难以捉摸，他打量了我一番，倒是伶牙俐齿。陈家不缺阴阳怪气的人，对于这种话，我向来都是当好话听。多谢夫君夸奖。崔少眸光跳动，可语气还是那么平稳，下马威有些生疏。你瞧出来了？平时都是看别人用，第一次用难免会生疏些，以后就好了。别说我还挺紧张，现在心脏还砰砰跳呢。我倒了杯水一口喝下，干得不行的喉咙这才舒服些。那是我的杯子。什么你的我的，不分的。我手里还拿着包袱，可我太累了，放在桌上就打算宽衣睡觉。崔少皱了皱眉，不着痕迹地移开了目光。你去其他房间睡吧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可我不想听。我去哪里睡？和子书吗？你也听见了，他不大喜欢我，我更不可能和青山一起，他陪着我阿弟。剩下的就是你的房间，或者你想让我冻死？
崔少果然不说话了，但他紧握的双拳暴露了他的情绪。我摇摇头，10年未见，他还是这般内敛克制，克制的不像是一个活人。我叹了口气，掀开锦被，崔少没预料到我会如此直白，那张总是平静无波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红温，因为锦被里他赤裸着上身。陈玉，几乎是咬牙切齿，我回他一个微笑。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。趁着他愣神的功夫，我利索地从包袱里掏出药瓶，然后让他趴在床上。陈氏的药膏可是可遇而不可求，比你那些不知从哪里买的强多了，止痛不说，还不留疤痕。说到最后，我有些失声。横七竖八的边痕印在那消瘦的脊背上，在这些伤疤的下面是颜色不一的旧伤，其中有一道从他腰侧一直贯穿到小腹，然后没入颈背下。崔少侧过身，意味不明地看着我，最后还是我先撑不住，替他盖好了被子。只需7日就能彻底痊愈。你让一让，我要睡觉了。崔少没动，我无奈，我可不想睡地上了。算了算了，不让就不让吧。我踢掉鞋子，越过崔少，睡到了里面。反正睡哪里都比柴房的地上强。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崔家吃食倒是不缺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可为什么崔少两兄妹看着都那么的消瘦？看着剩了半锅加生的米饭，我懂了。我添了些水，做成了一锅稀饭，又瞧见一袋白面，和好了做成烧饼，切些挂着的腊肉夹在烧饼里。青山帮我端碗摆筷子，看见崔子书起床，叫他来吃饭。崔子书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嫌恶地撇了撇嘴，不吃。不是奴才做的，是夫人做的。崔子书冷笑，他还会做饭？陈家的小姐也需要做这些活计吗？我不想让青山为难，反正我在厨房里都听到了。当然了，我和阿弟在陈家和下人差不多，什么小姐少爷的，只要能活着，做饭干活又算什么？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瞧，我现在和阿弟不是等到了。青山低着头不说话，崔子书恨恨地看着我。陈玉，你不要以为你嫁进来就能为所欲为，我会让你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。清河崔氏曾经是何等的辉煌，特别是崔父去世，崔少入朝后，更是让崔氏成了天下第一名门世家。不管是毒舌的崔子书，还是内敛自持的崔少，都有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傲骨。这种傲骨是世家的风范，是权贵的滋养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身傲骨是拖累，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好啊，那我等着你，但这烧饼可等不了我。一边说着，我一边咬了一口烧饼。烧饼加满了腊肉，一咬就是一嘴油。好久没有吃过这么足食的烧饼了。崔子书一开始想要摆出自己的气节，不愿意和我这种市井小人为伍，更不愿意向我低头吃我做的饭。没有一个时辰，我就看到他偷偷溜进了厨房里。厨房里还有昨晚青山做的剩饭，以及剩下的几个烧饼。中午时，青山踏进厨房就惊呼一声，烧饼怎么都没了，还有锅里的粥。崔子书的房间静悄悄的，阿弟帮我摘着菜，说的煞有介事。阿紫说是一只贪吃的野猫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黄黄的，橘猫都贪吃。崔子书突然一身黄衣从房间出来，走向了崔少的房间，只是那脚步有些僵硬。青山一愣，反应过来，3个烧饼加肉，2碗米粥，比阿弟吃的还多，惊掉了青山的下巴。青山挠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幸亏夫人来了，不然我可能真的要把小姐饿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变着花样的做饭，这可比在陈家的待遇强多了。我和阿弟也吃得十分厌足。7天下来，所有人都胖了一圈，除了崔少。我问过青山，崔少喜欢吃什么？青山茫然地想了想，然后摇摇头，老爷从未表现出喜欢什么，或者说老爷什么都喜欢又什么都不喜欢。什么都喜欢又什么都不喜欢，简直是要了命。没过几天，厨房没了食材，以往都是青山采买。青山虽然是下人，但一直是崔少的贴身随从，哪里干过这种接地气的事情，买菜也是不挑的，大多买来都不太实用。况且我来了那么多天，还没在京城逛过。崔少给了菜钱，想了想，又多掏出5两银子，喜欢什么就买些什么，不要白不要，我自然是乐得如此。我一边收好一边说道，夫君喜欢什么，
我一并买来。崔少脚步一顿，没回头，不必麻烦。崔少身后的鞭伤已经好了，我才知道传闻果然不虚。崔少不光长得好看，身形气质也是极好，不是那种被富贵堆起来的徒有其表，而是骨子里的。京城第一家公子并非浪得虚名，可以想见朝堂上崔少是何等风光无限，气度非凡。可如今，我摇摇头，赶走那些胡思乱想。总是沉浸于过去是没有用的，不管过去是富贵还是苦难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每晚给你上药我都不嫌麻烦，更别说买东西这些举手之劳的事了。多亏了我坚持给他上药，才让他的鞭伤好得那么快。那挺拔的脊背终于有了反应，他转过身来，君子克己手里，我并没有什么喜欢的。毫无波动的双眸看向我，里面倒影着我的身影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崔子书别扭扭的过来，我问他是不是要和我们去，他哼了一声，表示菜市场又脏又乱，不是他去的地方。然后又低声和青山说了几句，青山先是一愣，而后嘴角上扬，又被他压了下去。奴才记住了。京城的菜市场虽然大，但是品种比姑苏少多了，而且还贵。毕竟是冬季，能有这些就不错了。如果不是京城，那些北方的小城镇里，一到冬日就只有白菜、土豆、萝卜。我挑着买了几样，价钱让我肉疼。青山看出我的犹豫，并不在意。夫人放心吧，老爷有谋生的活计，可以养活我们。最后买了几斤肉和几斤金牌，还有几种蔬菜，以及米面粮油。青山背着的箩筐都满了。站在米店外，青山停住脚。对了，小姐说想吃八宝饭，她不好意思直接和您说。原来如此，我以为有什么秘密。刚到米店门口，拐角处崔少的身影一闪而过。他刚刚养好伤，不在家休养，到处跑什么？我跟着走了过去，只见消失的方向只有一家2层的小楼，牌匾上写着南风馆。姑苏民风开放，我和嬷嬷出来买菜时也见过。和青楼不同，里面卖笑招来的都是男子，他们以色示人，和青楼楚馆无异。震荡间，我无意抬头，正好看到崔少坐在临街的窗户边，而他对面是个笑得猥琐的油腻男子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青山因为怕背篓里满载的食物掉了，走得慢，所以等他跟上来，只看到我呆愣愣地看着2楼。崔少和那个油腻的男子已经不见了，窗户也关上了，不知是不是发现了我。我心里一阵发慌，我自然是知道两人是去干什么了。青山打量了一番，这不是老爷的馆子吗？你说的活计就是这个？许是被我猛然转过身和突兀的语调吓了一跳，青山一愣，对啊，南风馆，不过老爷。青山，剩下的话被崔少打断。他站在南风馆门口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的，似乎是有些急，连披风都没有穿，就那么踩着薄雪走过来，停在我面前。青山看看我，又看看他，叫声老爷，最终是低下头不再说话。我盯着崔少，虽然披风没有穿，但他的腰带还是早上系的样子。还好还好。你只说了一个你字，剩下的话我说不出口。我该怎么说？问他清高骄傲的崔少如今成了以色示人的小官，我问不出来。可他似乎是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以色示人。本来兴冲冲采购的食材，现在却成了负累。我和青山沉默了一路，没了一开始来的高兴。我满脑子都是崔少说的那句以色示人，那么清冷的一个人，是怎么能接受这一切的？到了家，青山放下背篓，我就开始忙活做饭，只是不小心切到了手指。青山吓了一跳，连忙找来清水帮我冲洗。菜刀有些生锈发钝，好在之前我磨过，并没有什么铁锈。我摆摆手，以前在陈家，我什么活都干过，还在厨房打杂过1年，我的厨艺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厨娘不愿意教我，我只能自己学。1年时间，不知道切了多少次指头才练出来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最后那厨娘的功夫也被我学了8、9分。我安慰青山，因为看起来比我还要着急，可他不放心，执意帮我冲水。那肯定很疼，我之前被切到过1次，可比被人打1拳疼多了。对了，夫人您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拼命学厨艺？您这手艺都比酒楼的厨师好了。青山不由得笑起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自内心的笑。都说仆随主人，
青山虽然也不过20，但在崔少身边久了，一直都稳重的不得了。每次交流也都是关于崔少或者崔子书的，他很少说起自己，更没开过玩笑。我被他逗笑，因为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回娘亲的家乡开个小店，虽然我知道不可能，但有个念想总是好的。那现在夫人从陈家出来了，以后也打算要走吗？我笑容收敛，也收回了手指。是崔少让你这么说的吧？清水没有阻隔，直接流到了地上，冲淡了之前被染红的积雪。青山没说话，又变回了之前稳重到沉默寡言的样子。他扯下一块布条，想给我包扎，却在碰到我手指的时候动作一顿，然后向后退一步。老爷，您回来了，又下雪了，您伤刚好，请您。青山的话有些多，崔少看了他一眼，今日你做饭吧。青山低头退进厨房，关上门，一缕炊烟从烟筒冒出来，带着烟火的气息。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崔少。他走到我面前停下，肩膀已经落了一层雪粒子。你让他做饭，那今日大家又要吃不饱了。吃不饱就吃不饱，少吃一顿也不会饿死。你说的轻巧，子书16，阿弟15，正是能吃的年纪，当然你也不差。人一饿啊，就容易想家，要不就是闹事。崔子书和阿弟两人没少吵闹，崔子书叫阿弟傻子，阿弟也不示弱，叫他贪吃鬼。也就吃饭的时候，两人能安静些。张府设宴，请了我们助兴，今晚我不在家里吃，不必等我。怪不得不在意，原来是去吃好的呀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，让我自己抹上，那是我从陈家带来的金疮药。你倒是会借花献佛，这花还是佛自己的。也不知是冻的还是什么，崔少的耳朵尖有些发红，他目光移开，望着一旁的血尸，那是我和阿弟堆的，只不过手艺不大好，雄狮让我们堆成了懒猫，透着一股傻乎乎的劲儿。崔少嘴角一动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你的药很好用。当然好用了，不管在陈家被打得多重，只要抹上这个药膏就能生机止血，这可是我这么多年试出来的。娘亲只是一个舞姬，卖身契还在陈老爷手上，连个妾室都算不上。生下阿弟后，娘亲没多久就死了，连名字都还没取。陈老爷更不在乎，他子女众多，更别说阿弟还是个傻的。崔少看着我，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，其实你有其他选择。我撇撇嘴，现在是冬日，火坑旁还缓和些。崔少目光愣怔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随即又像是掩盖什么，没心没肺。难道我要一直守着过去的苦难，自怨自艾吗？不管富贵还是苦难，既然是过去，就要向前看。人是没办法走回头路的，还不如高高兴兴。人生苦短，只要你想吃苦，就是吃不完的苦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点呢？就像那只雪狮，虽然既没形又没神，不还是一样可以坚持到来年开春。我不懂大道理，只想怎么能好好活下去，想让自己和自己在意的人好好活下去。强词夺理。过了好一会，崔少才憋出这几个字。他扯下自己的发带，缠在了我的手指上面。他喜欢素色，衣柜里的衣服都是素色，包括配饰也是。虽然没了之前的华贵，但在普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透着贵气。发带层层缠绕，绑得一丝不苟，不知是他天性使然，还是经历的太多。他身上的伤不比我少，不同的是，我的都是旧伤，他的都是近1年来的新伤。最后打了个结，伤口就算是包扎好了。不等我说谢，门外就有人来找崔少。是个男子，五官深邃，眸色浅淡，应该是有异域血统，穿着大红的披风，抱着一张古琴，在单调的雪天格外的扎眼。他并不进来，在门口催促崔少，如果去晚了，小心张老爷生气。崔少留下一句不必等我，就和男子一起走了。薄薄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，整整1个晚上我都心不在焉，根本睡不着。我只好穿好衣服出去走一圈，效果很好。等我回来时，脚步都轻快不少。不一会从院外一直延续到房门的脚印就会被大雪覆盖住，没人知道我出去过。我等着崔少，房间里的灯芯不知道被我剪了多少次，只剩下如豆的光亮，我也终于撑不住。本想着稍稍休息下，没想到这一下竟然趴着睡着了。只是那桌子睡得并不舒服，迷迷糊糊中蜡烛也灭了，半梦半醒间，有人打开了房门，带进了一阵寒风。我被冻得不行，轻声嘟囔了几句，
然后门被重新关上，那人站在我身边，之后我就被人抱了起来。一股夹杂着风雪凉沁沁的味道钻进我的鼻腔，朦胧间我还以为自己还在陈家，睡在那个漏雨的柴房里。好冷，阿弟，你又把被子都抢了吗？本能让我胡乱地摸着，就想把被子抢回来。有人说着让我别闹，我哼了一声，抢了被子还有理了？就不。阿弟果然不说话了，然后一个颠簸，我就摔进了一个半软不硬的地方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已经嫁给崔少了，不用再睡柴房了，他的床很暖很软，被子也很厚。我再次找起了被子，可惜总有一双大手阻挠我。我一生气，一挥手，不知打到了哪里。清脆的巴掌声让我清醒过来，一睁眼就对上了一双在黑夜中跳动的眸子。外面的风雪不知何时停了，月光透过窗纸照了进来，我才发现我正趴在崔少的身上，他的衣服被我扯开了一半，胸膛已经隐约可见，而他的脸上还挂着淡淡的五指印。他喘着粗气，一向平静的神情终于有了动荡，却不是我想象的气急败坏，而是一种迷茫和灼热混合的奇怪感觉。下来，我回过神来，这才感觉身下有个位置硬硬的。我低头看去，崔少也一同看去，那是我母亲留下的玉佩。我松了口气，究竟在乱想什么？崔少他已经……对不住了，刚才睡懵了，并不是故意的。我这人没什么优点，最会看眼色，而且能屈能伸，这次是我不对，就该道歉。谁知崔少直接转过身去，留下一个生人勿近的背影。第二天等我醒来，身旁的位置已经空了，被窝也是冷的，看来起来已经很久了。等我洗漱完开门出去，就看到崔少正站在廊下发呆，手中还拿着一块玉佩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摩挲着。我想了想，靠了过去。我虽然不懂玉，可在陈家也见过不少，触感温润，一看就是好玉。我自知理亏，说几句好话也算是缓解下尴尬。可崔少立刻收起玉佩，转身就走，连个眼神都不给我。一连几日崔少都是早出晚归，不见人影，就连青山也被他带走了。不过每日等我起来时，柴火都是码好的，缸里的水也是满的，像田螺姑娘一样提前准备好一切。可这感觉怪怪的，就连阿弟都察觉出不对劲来。他说有次半夜上茅厕，看到崔少站在房门不进去，手里一直把玩着一块玉佩。阿紫，你说他是不是傻了，不睡觉，盯着那个玉佩看，那玉佩能有床舒服吗？阿弟歪着头，崔子舒路过，嗤笑一声，那是在躲你姐姐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胡说，他为什么要躲姐姐？我姐姐那么好，天底下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，姐夫不喜欢她就是傻的，比我还傻。别的还好说，只要涉及到我，阿弟是绝不让步。你胡说八道，你怎么能和我哥相提并论？我清河崔氏可是……清河崔氏怎么了？现在不还是我阿紫当家？阿弟深受我的真传，阴阳怪气拜高采低学的是炉火纯青，特别是那欠揍的表情，伸着下巴，夹着眼皮，可他又学不像，怎么都透着一股子孩童般的纯真。可偏偏这又是最气人的。崔子舒气得双手发抖，指着阿弟和我，小人得志。你们这是小人得志？小人得志是好事呀。说起来，我们还要感谢崔家，让我和阿弟有了这个机会。自从我和阿弟来到崔家，一向行只有度的世家名门小姐崔子舒频频失态，要不是还有一丝理智牵着，崔子舒早就暴跳如雷。但她现在的样子也比暴跳如雷好不了哪里去，咬着嘴唇，手帕都快让她扯断了，我都想夸她一句壮士，可我知道这绳子不能抻得太紧，断了可就不好了。崔氏家学渊源，可那渊博的家学却没教他该怎么和市井小人相处，毕竟对待我们向来都是用权势压着。这也是我从陈家学来的，你有权势，我就向你低头，可没了权势，那些大道理在我们身上是行不通的。你给我等着。崔子舒一跺脚，转身就去找了崔少。告状鬼就会告状。阿弟冲着崔子舒做了一个鬼脸。今日崔少难得的在家，不过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写写画画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他在青山自然也在，正守在房间外，等着崔少吩咐。见崔子舒气冲冲的过来，连他引以为傲的世家姨太太都不顾，提着裙子，大着步子，狰狞着表情，
就像是菜市场因为一个铜钱和别人打起来的泼辣妇人。青山眼中快速划过一丝诧异，然后看向我时，目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感叹，能把崔子书惹到这个地步，也是头一份了。但我绝不是最后一份，不过是说了他2句就受不了了。崔家败落，等着他的可不止阴阳怪气。青山拦住崔子书，崔少有事，不想被打扰。怎么连你也向着他？他到底哪里厉害，把你和哥哥？我抬头看他，可惜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屋里就传来了崔少的声音，让他闭嘴先回房，一会自己会去找他。他回头冲我冷哼一声，别说还真是自带上位者的气势。我也知道，别说在崔氏了，就算是在陈家，我和阿弟敢这样和嫡女说话，不死也得去半条命。不得不承认，小人得志是真的身心舒畅，但我很快就高兴不起来。崔子书一点分寸都没有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。这院子在崔家来之前已经荒废好久，木门没有维护，都干裂松动。前些日子我刚让阿弟重新上过漆，外表虽然好看了，可里面还是那个样子。这一下门板颤悠了几下就倒了下来，幸亏被青山接住，才没有摔在地上，不然按照门板的德行，铁定是要4分5裂的。斗嘴就斗嘴，别破坏家产啊，重新换的话要不少银子呢。真是不会过日子。青山抱着门板尴尬地看着我，然后扯出一个干笑来。算了算了，只能让阿弟修理了。在陈家时他就跟着府里的木匠学过，但只学了皮毛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。崔子书见我心疼得够呛，似是找到了我的痛点，嘲笑我小家子气，果真是个上不得台面，连丫鬟都不如的私生女，不过是个破木门，换了就是了。不行，1分1厘都不能浪费。我几乎是用吼的，大概是第一次见我这样生气，崔子书也被吓住了。哥哥有活计，他谈一次。崔少猛地打开房间门，巨大的声响吓得所有人都一愣。他站在门口，微微气喘着，一摆还在摆动。子书，你进来。虽然他极力的克制，让声音平稳，但还是能听出起伏来，有些抖，有些慌。房间阻隔并不好，再加上崔子书情绪激动，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都是他对我这些日子来的控诉，什么突然降低了伙食，也没有买他喜欢的八宝饭，更是联合阿弟一起欺负他。门窗关着，看不见里面的情景，只能听到崔少的声音响起，没有多少情绪。你不必和他过不去，他待不了多久的。那哥哥直接休了他，赶快休了他。我帮你写休书。话音未落，我直接推开了房门。崔子书正欲夺过崔少手中的笔，见我来了，眉毛都气得立起来。为什么不敲门？不懂礼节，这也是一项。我收拾着床铺，头也没抬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房间。崔少没说什么，只是看了一眼并未阻拦我的青山。青山低头顺目，不和他目光接触。这算什么家？这么破。也对，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有什么好见识？一家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那也不是你的家。哥，你快给休了他。崔少开口，出去。哥，我说出去。崔少手里拿着一页纸看着，他也不抬头，虽然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是我知道他生气了。崔子书冲我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门外响起2道脚步声，青山也走了。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崔少。你想休我？崔少愣了愣，摇摇头。那你为什么说我待不了多久？崔少手指收紧，捏出了几道指痕。虽然我罪不至死，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保全朝廷的面子，他们是不会就这么放过我，放过崔家的。如今崔家败落成了庶民，现在缺的只是一个机会罢了。而且我还是一个以色示人的废人，只会拖累你。这是和离书，你走吧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回到家乡开间小店。崔少伸出手来，原来他手中的是和离书，另一只手里则是一袋鼓鼓囊囊的碎银子，是他从崔家从事后攒出来的。我接过碎银子，重量消失，崔少的手一空，半天才收回去。银子我拿着了，小店在哪里都能开，不一定非要回家乡。崔少抬起头，一向平静的神情，目光灼灼。你什么意思？张府设宴，我去看了，你琴弹得不错。那晚我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崔少和那油腻男子的画面。虽然知道我不能干什么，但我还是冒着风雪去了张府。张府门口宾客如织，透过大门可以看到热闹的大厅，
就在我找崔少的时候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吹动了大厅的纱帐。崔少正坐在帐子后面弹琴。我怎么忘了，他闻名京城的除了学识地位和容貌，还有那冠绝京城的琴技。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瞒着我，原来是想让我知难而退。崔少难得的闪过一丝慌张，伸出拿着和离书的也被他收回了身侧，但似乎是觉得不妥，又放在了身前。没有什么拖累不拖累，如果不是嫁给你，留在陈家的话，要不就是被发卖出去，要不就是随便指个小厮，好一点的话就去给陈老爷的门客小丽当妾室，搓磨过一生，或是和我娘一样早早郁郁而终。如果哪天你后悔了，我明天要出趟门，1个月才回来。那张和离书最终被崔少捏成了一团，放在了抽屉里。这次的定金不少，都放在书架上的锦盒里，吃食上可以宽松些，钱是够的。你不要和子书一般见识，她只是还未习惯，她是崔氏多年来唯一的嫡女，性格难免跋扈些，不过她吵不过你。崔少难得的笑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，没了任何防备和负担。原来他是有虎牙的，笑起来也和阿弟一样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歪着头看着他，看得他有些心虚。你看什么？看你这样子，就像普通人家，是姑嫂不和，在中间调和的丈夫，终于有点人情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崔少就带着青山走了。家里一下少了2个人，多少还是有些冷清。不知是不是崔少临走之前和崔子书说过什么，最近几天他都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。我和阿弟无所事事，打算再堆一个雪猫，也算是歪打正着，狮子不成，猫也挺好。我团了几个雪球，大的做成了身子，小点的是脑袋，然后是4肢和耳朵，尾巴也弄成了一个圆圆的球。阿弟笑话我不像是猫，倒像他爱吃的酒酿圆子。我自然是不认同的，指着圆猫的五官说像阿弟。胡说，那是猫，我是人。说着就向我扔来一个雪球，我一躲，雪球打在圆猫脑袋上，被雪糊了一脸。我捂着肚子笑起来，这下阿弟猫变成汤圆了。一时得意忘形，没了防备，就被阿弟的雪球塞了一嘴。我也不是吃亏的人，呸呸了几下就团了大的回过去，一来一往的就打了起来。我和阿弟喊着看招受死吧，给我等得玩得不亦乐乎。崔子书不乐意的，他从窗户里冒出头，让我们闭嘴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一个雪球就砸在了他脸上。抱歉，手滑，阿紫，你看他是不是比雪猫还像汤圆？你要不要一起来玩？崔子书愣了，都忘了擦掉脸上的雪，好一会雪化了才掉下来，露出那张微微发红的脸。岂有此理！他气冲冲地走出来，想要踢碎我和阿弟堆的雪猫，却被阿弟的雪球再次击中，一个晃悠，居然坐在地上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他这是从未打过雪仗。等我哥回来，我要让他休了你。回答他的是阿弟的雪球，阿弟扔得很准，扔进了崔子书的嘴里，他也不知道吐，就那么呆愣着，没一会眼眶就红了。哥哥和青山走了，你们就欺负我。崔子书呼吸急促，只是嘴里有血，说话也不太清楚，吃下去该多凉啊。他双手随便一抓，就扔了一团雪过来。阿弟还在兴头上，也没看出来崔子书情绪不对，还以为崔子书是要和他打雪仗，随即也团了一个扔回去。崔子书也发狠，抓起雪来没有直接扔，而是学着阿弟的样子团起来，这一下居然打到了阿弟的腿上。阿弟哈哈大笑起来，一下团了2个雪球。崔子书坐在地上，目标太过明显，吃了几次亏后也起身，一边观察阿弟的位置，一边不停地团雪球，竟然打得阿弟无从招架。直到崔子书的雪球打在了我身上，他得意地看着我，也不顾自己身上沾了雪。他最爱干净，更别说现在穿的是他唯一留下的蜀锦裙子，平时爱惜得很。你们2个也不是我的对手，既然如此，别怪我手下留情了。本想抓雪，却不小心抓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，还散发着香味。掸掉积雪居然是个素雅的香囊，上面绣着一对并蒂莲。在陈家的时候，我也见过不少，都是丫鬟买来送情郎或者情郎送，上面大多绣着鸳鸯，不如这个布料针线精致，图案也大胆粗糙些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崔子书一把就抢了过来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不要乱碰。你的？我未婚夫送的。你什么时候订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来崔家也好几个月了，除了崔子书偶尔出去，
倒也没见什么人上门。订婚这事必定要男方主动，你当然不知道他是侯府世子，等我和他成亲就是世子妃，你们两个就等着被发落吧。原来他口口声声说的让我等着是等着这个。清河崔氏名动天下，就连王公贵族都要忌惮3分，世家之间想的都是强强联合，稳固根基的。姑苏陈氏因为和崔氏交好，便结了娃娃亲。信伯侯府我是知道的，曾经递过拜帖，只不过还未到订婚的日子，崔氏就败落了，这个婚自然也就没定成，而且也不会再定。可是崔子书不信，信伯侯府重承诺，世子重情重义，他说过要和我订婚，娶我为妻。世家名门王公贵族的承诺都是有前提的，如今崔家倒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承诺可言？姑苏陈氏倒是重承诺，于是就让我这个私生女来了。这个道理我5岁就知道，陈老爷不知道抱着几个丫鬟舞姬说过会娶她们，让她做妾做小，会爱她们一辈子。可是到头来呢，都和我娘亲一样，不，也不一样。有的人甚至都没能活到被抛弃那天，就死在了井里或者水池里。不管生前多美丽，死后被泡得鼓鼓胀胀的，只剩下恐怖，因为他们生了不该生的念想。如果他真的要娶你，就该早早的订婚下聘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说完，崔子书就跑了出去。阿弟想拦，被我拉住，有些梦就是该醒的。信伯侯府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方，我和阿弟到的时候，崔子书正站在大门外。以前风光时，崔子书来过侯府参加宴会，红毯从街头铺到侯府大门，丫鬟仆从站在两边，侯爷和侯夫人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迎接，就连下车都是侯府夫人亲自扶的。那阵仗被京城人津津乐道，传为佳话，就连远在姑苏的我都听说过。可是如今，崔子书站在是湿漉漉反着潮湿寒气的街边，连侯府大门的台阶都没有上，就被侍卫拦住了。向来高高在上的崔子书慌了，他没想到连世子的面都没有见到。我是世子的未婚妻，是不是你们没有把香囊给他？他知道是我，一定会来见我的。侍卫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未婚妻？世子可没有你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未婚妻。他们早就得了回话，可偏偏不说，就等着崔子书来自讨羞辱。喧闹声吸引了路人，有人认出崔子书来，这不是崔小姐吗？如今败落成这副模样，还想摆架子呢？可我知道，这不是架子，而是崔子书仅剩的念想，是他自以为深厚的情谊。他又怎么会不知这代表了什么？就像是落入陷阱的野兽一样，那是最后的悲鸣。我是崔氏嫡女，清河崔氏，世家名门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歇斯底里，这个身份压了他太久。告诉你吧，就是看了你的香囊，世子才让你滚的。要不是崔家，侯府也不会被波及，被圣上训斥，你还有脸敢来？今日是世子和谢小姐订婚大喜的日子，你不要再拖累世子。可当时是信伯侯府主动攀上崔家，各种礼物一车一车的往崔家送，如今却成了被崔家波及。侍卫扔出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那是被烧焦之后的香囊。阿弟急切地看着我，眼睛里都是不解。阿紫，他们欺负子书姐姐。我抓着他的手，等等，还不够让他彻底死心。人教人教不会，是教人一次就够。5岁的时候我懵懂无知，别人都说陈老爷是我的父亲，可娘亲却说陈老爷不会认我的。我不信，哭闹，说娘亲坏，不让我找爹爹。后来趁着娘亲不注意，在陈老爷回府的时候拦住了他。那时是夏日，知了声中，陈老爷踹开我说了一声晦气，我就被下人绑在院子里晒了整整1天。娘亲把我救下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只剩一口气。从此我再也没有说过爹爹这2个字。侍卫见他拿了香囊不走，然后狠狠地推了一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崔子书摔进了一旁的泥水里。侍卫是故意的，他们得意地看着众人。得权时，他们俯首贴耳，落魄时就要讨回千倍万倍。我松开了阿弟的手，阿弟冲了上去，让你们欺负我姐姐。阿弟和我从小被人揍，后来长大了，阿弟壮士不少，那些欺负的人吃了阿弟的拳头才老实。他推开了一个侍卫，2人双双摔倒，另一个侍卫冲过来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崔子书狠狠地扔掉了香囊，扑过来咬住那侍卫的胳膊。
最后还是被我和阿弟拉着才松开了嘴。管家出来也带来了世子欣的口信，他说只要崔子书不再纠缠，今日大闹侯府大门之事他就概不追究。崔子书没说什么，只是盯着那已经瘫软在地的侍卫，双目红的吓人，不许欺负我弟弟。崔子书绝食了。曾经高贵骄傲的崔小姐，那日从信伯侯府回来，一身狼狈，狼狈的不只是外表，而是内心，那是被打碎了傲骨，不知所措的样子。她把自己关进屋子里，要一死了之。阿弟担心她，所以我们每顿饭都在崔子书的房间里吃。春寒料峭，适合吃火锅，热气腾腾中夹杂着淡淡的香气。那羊肉是隔壁李婶今天现杀的，麻酱是从香油坊买的，浓醇无比。虽然配菜只有白菜，但配上火辣辣的锅底，吃着又解馋又驱寒。你们出去。崔子书饿了好几天，眼神都有些涣散，但却还是紧紧盯着沸腾的锅子。阿弟狠狠咽了一口羊肉，这才口齿不清地开口：不行的，阿紫说要给你收尸。你……崔子书一口气险些没上来，拍了半天胸口才缓过劲来。他指着我们，手指哆嗦的厉害。我知道你是在故意看我笑话，现在你是不是看我这样子觉得很高兴？确实高兴，要不是你，李婶也不会觉得你病了，送来一块羊肉给你养病。我夹起一筷子羊肉，肥瘦相间，麻麻辣辣，裹上浓浓的麻酱，一口下去别提多满足了。死是最容易的，可活着却要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崔子书喘着粗气看着我，饿死太费事了，你现在出去睡一晚，一准冻死，要不就上吊抹脖跳河，何必选择饿死？这么难的方式，你怎么想的？饿死很难看的，陈家有个下人冒犯了老爷，关在笼子里饿死了，我去看过，他身上皮包骨，有的地方都被咬烂了，他们说是因为太饿，只能吃自己，死的时候还是张着嘴的。阿弟想到那一幕，呲牙咧嘴，看到崔子书发懵的样子，阿弟又憨憨一笑，不怕的，子书姐那么好看，就算饿死也比那个下人好看。崔子书咬着牙，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，我想让崔氏重回辉煌。他紧紧握着床帐，粗重的布料都被他扯出一个口子，可见是恨极了，面目也狰狞着，不像是小姐，倒像是借口的屠夫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重回辉煌不是说说大话就可以的，依附别人不如依靠自己。崔子书冷静下来，那你呢？为什么不靠自己？被人当作物品一样随便决定命运，你为什么不改变？我放下筷子，脸上没什么表现，但是心里却不乐意了，说得好端端的，怎么又说这个？真是不知人间疾苦。因为我要活着啊，不管是在陈家还是在崔家，我的目的都是活着，变化无非就是怎么能让自己活得更好一点，靠着我自己，我做到了，你又做到了什么？生活在过去荣耀的虚幻回忆了，每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崔家嫡女，穷困潦倒。那晚崔子书哭了很久，久到我和阿弟羊肉都吃完了，锅子都快烧干了，他这才止住了哭泣。你们两个良心的，羊肉也不知道给我留点。饿了几天的人怎么能吃羊肉？我熬了一锅粥，看着他狼吞虎咽的全都吃了下去。阿弟看得高兴，拍着手，太好了，子书姐姐现在也是饭桶了。等崔少回来时，崔子书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半个月了，只不过这次不是绝食，也不是消沉，而是为了不久后的丹青会。12岁那年，丹青会上，崔子书以一副雨后青山图一鸣惊人，拔得头筹，成了那年的花仙。无数名家士族想要结交，可那时崔氏风头正盛，自然是看不上他们了。崔子书潇洒离去，反而得了一个自以洒脱的美名。可现在他曾看不上的东西，变成了为数不多的机会。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的丹青，被他重新捡起，赋予了新的奇迹。厨房外面，阿弟正在和崔少有声有色地讲着最近的事情。崔少不时地搭句话，阿弟就又兴高采烈地继续讲下去，连带着崔少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可他的眼睛却不老实，直到看到了我。他冲我笑着，那笑容不像是刚才的开心，而是一种踏实，就好像是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想要找的人那般。拍了拍阿弟的肩膀，崔少向我走来，一开始还很稳重，后来步子就大了。我心跳如鼓，也没说他今日会回来，
早上我只是胡乱梳了梳头发，也不知道现在乱没乱。可走到一半，就被青山拿着一封信截胡了。崔少只是看了信封就表情沉重，随后进了房间，一直到掌灯10分都没有出来。青山来厨房的时候，我正盯着灶堂发呆。茶水冷了，我给老爷换杯热的。我点点头，替他倒好了热水，可青山并不接，语气有些歉意。我有些累了，要不夫人替我送进去吧？本来3日的路程，老爷非要让我快马加鞭地赶回来，晚上都没有睡觉。为什么这么急？青山看着确实风尘仆仆，有些疲惫。老爷的事情还是夫人亲自去问吧。这个青山怎么也学会卖关子了，神秘兮兮的。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他计较，可他并没有去休息，而是拿了一个泥人递给了阿弟。这次他们去的是边塞小城，据说也是仰慕崔少琴迹很久，所以特意请他们去。这一去就是1个月，青山给阿弟讲各种见闻，阿弟不时说上几句傻话，两人就哈哈地笑起来。崔子书被吵得烦了，开窗呵斥几句，却没想到也被吸引，3人就隔着窗户叽叽喳喳地聊着。天边的夕阳也马上落山了，最后一缕余晖中炊烟袅袅升起，一家人都齐了。我端着茶杯推开房门，带来的料峭春风吹动了蜡烛，可一旁的崔少却恍然未觉，出神的双眸中映着不断跳动的烛光。我顺着他的目光，视线落在了他下午收到的那封信上。信已经拆开，信纸被他捏在手里，不知道看了多少遍，边缘都有些皱了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正思索着要不要开口，就看他像是突然回过神来，把信递了过来。你看看。他应该是把我当成了青山，因为信纸都已经举到了我鼻子下面，我还能闻到那淡淡的墨香，这个味道我闻过，那时我帮陈小姐研磨，她嫌弃我手脚不麻利，于是让我跪在廊下，整整研磨了3天。我到死都会记得那云川香墨的味道，一个墨条就要1斤。我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崔少本来盯着烛光发呆，等着青山的回话，一听是我的声音，他也吓了一跳。怎么是你？信纸也收了回去，放在桌子上。我来给夫君送茶，那纸上写的是什么？和离书吗？崔少看着我，你不识字。我笑笑没说话，然后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一会该凉了。我教你。崔少起身把位置让出来，让我坐下。刚才那张被他看中的信纸被推到一边，换上了干净的宣纸。崔少告诉我该如何拿笔，可我的手就是不管用。不管我怎么努力回想陈小姐的姿势，那笔都像是有自己的思想般不听我的摆布。不行不行，我写不来。做事我就要起来，可就在我起来时，崔少靠了过来，从后面握住了我的手。骨节分明的大手掌心温热，附在我冰凉的手背上，烫得我坐立不安。侧脸贴着我的耳尖，可偏偏他还穿着披风，那披风就像是怀抱般，把我和崔少裹在其中。鼻尖全都是崔少身上那股淡淡的冷香味道。我刚才是要转头的，没想到这一下竟撞到了他的脸颊。我连呼吸都忘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等我反应过来，人已经起身贴在书桌旁。崔少也愣了，他摸了摸脸颊，是一道墨痕。我才发现我还拿着毛笔。他眨了眨眼，我听阿弟说了子书的事情，谢谢你。我沉了沉像是要跳出来的心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家宅方寸，这是我擅长，可出了这方寸，我就不行了。你是干大事的人。崔少自嘲地笑了笑，干大事？如果真是如此，我也不至于沦落于此。崔氏虽然风光，可这风光都是假的，我只是傀儡，只是我明白得太晚。我以为能有一番作为，可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。故事未完待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